为什么你越用力生活，却越感到窒息？你有没有想过，为什么我们大半辈子都在为了家庭，为了晚辈拼命打拼，好不容易拉拔孩子长大，也累积了一点积蓄，但现在的日子却好像没有想象中那么平静。也许你也有过这样的夜晚，明明身体已经很累了，躺在床上翻来覆去，脑子里却像跑马灯一样转个不停，一下担心晚辈的工作和婚姻，一下挂念自己身体的老毛病，甚至会为白天在传统市场、在社区公园里听到的一两句闲言闲语，生闷气生了大半天。我们总以为只要把每一件事情都操心到位，把身边的人都安排妥当，烦恼就会消失。但现实却是，越是用力去抓，心里头的无力感就越重。有时候连呼吸都觉得胸口闷闷的，其实这真的不是你做错了什么，而是你的大脑暂存，装了太多不属于你的重担，你的心已经太累了。在这支影片里，我要教给你一帖流传千年的特效新药，只要花接下来的几分钟，我会带你拆解这短短260个字的宇宙密码。看完之后，你不仅能学会3个随时随地都能做的微行动来清空大脑，还能帮你瞬间切断周围的负面磁场，找回你原本该有的安稳睡眠与平静生活。佛法里常说，这世间的万事万物都有自己的磁场，我们之所以会觉得窒息、焦虑，背后的道理就在于我们的心长期处在一个杂乱无章的频率里，就像一杯原本清澈的水，因为外境的干扰被不断的搅动，底部的泥沙全都翻腾了起来，再也看不清本来的面貌。而刚刚提到的这铁心药，不仅能瞬间让这杯浊水沉淀下来，它更蕴含了整个宇宙最庞大、最不可思议的能量。这就是流传最广，被无数人视为护身符的般若波罗蜜多心经。它不仅仅是一段经文，更是帮助我们清除内心杂念的最高级密码。当你读懂了它，哪怕只是每天在心里默念几遍，你周遭的磁场，甚至你的人生境遇，都会发生不可思议的转变。很多人一听到佛经，第一反应就是那是出家人念的，或者觉得文字太深奥，自己根本看不懂。其实佛法从来就不是高高在上的大道理，它是用来解决我们每一天生活难题的心药。我们来拆解一下这部经典的名字，般若波罗蜜多心经。般若这2个字，很多人会念错，它念作般若，翻译成我们现在的话就是智慧。但这种智慧跟我们世俗说的聪明不一样。聪明是什么？聪明是你知道去市场买菜怎么讨价还价，是你知道怎么在社会上赚钱，怎么把事情办好。可是聪明的人往往活得最累，因为他们什么都想看透，什么都想抓牢。而般若这种大智慧呢，它是教你怎么放下，聪明教你怎么拿起来，般若教你怎么放下去。当我们能够把那些紧紧抓在手里、压在心头的烦恼放下的时候，我们就到达了波罗蜜多。这4个字的意思就是，我们终于度过了充满烦恼的苦海，到达了平静的彼岸。这部经里面有一句大家都听过的话，叫做色即是空，空即是色。这8个字听起来玄之又玄，其实说穿了就是宇宙运作的底层逻辑。这里的色不是指美色，而是指我们眼睛看得到的，耳朵听得到的，心里感觉得到的一切实实在在的东西。比如你的房子、你的存款、孩子的成绩，甚至是今天邻居对你说的一句难听的话，这些都是色。那什么是空呢？空不是说这些东西不存在，也不是说我们要像木头人一样什么都不在乎。空指的是没有永恒不变的东西。打个比方，你抬头看天上的云，
这朵云现在看起来像一只狮子，这就是色。但是风一吹，云散了，狮子不见了，变成了另外一种形状，这就是空。如果你因为那朵像狮子的云消失了，就坐在地上嚎啕大哭，觉得天塌下来了，那是不是很傻？我们在生活里其实常常在做这样的傻事。我们总希望好日子永远不变，希望健康的身体、家人的爱顺着心意。一旦有了改变，我们就痛苦、失眠。心经温柔地提醒我们，万事万物都在变动，烦恼也是会过去的。明白了这个道理，心境就彻底打开了。为什么心经被视为无价之宝？佛陀释迦牟尼在世说法40多年，其中整整22年都在讲般若空性的道理。在佛陀即将圆寂时，他把亲近的弟子阿难叫到跟前，语重心长地说：阿难啊，我这一生讲了84000个法门，如果你通通忘记了，我都不会责怪你。但是如果你把般若的任何一字一句给弄丢了，我就要重重地怪罪你。这位慈悲长者留给晚辈最珍贵的遗产，就是能让人心安的般若智慧。而心经正是这22年讲法里最浓缩的核心。现代人常常觉得脑子不够用，就像智能手机如果打开太多应用程式，就会发烫。当机必须清除后台偷偷耗电的程式，我们的大脑也是一样的。你的脑袋每天装着对未来的恐惧，对过去的懊悔，心怎么可能不紧绷？睡眠怎么可能好？念诵心经就是在帮大脑清除暂存。当你一遍遍在心里默念，它奇妙的磁场就像一股清泉，清洗你的脑袋与内心，让杂念全部归零。只要心安定了，频率对了，生命中那些看似无解的难题都会出现奇迹般的转机。在我们每天的生活中，最大的烦恼往往来自于人。佛法里有一个词叫做怨憎会苦，意思就是你越讨厌的人，偏偏每天都得见面。你是不是也遇过这样的情况？在公司里遇到一个脾气暴躁，总是把气出在你身上的主管，或者在家族里，总有1、2个讲话尖酸刻薄的亲戚。我们通常的反应是什么？是抱怨，是生闷气，是在心里把对方骂上100遍。但是你发现了吗？你越是生气，对方对你好像就越苛刻。你们之间的关系就像打了一个死结，越拉越紧。为什么会这样？其实用现代科学的词汇来说，这就是一种磁场互相影响，甚至可以说是量子纠缠。当你在心里咒骂对方的时候，你散发出来的就是一种极度负面、低频的能量。对方虽然听不到你在骂他，但他的潜意识会接收到这股充满敌意的磁场，自然而然就会对你展现出更强的攻击性。我有一个朋友曾遇到一个脾气古怪、处处故意刁难的恶邻居。比如朋友只是把伞挂在门把上晾干，邻居就会疯狂按门铃大骂，在家拉椅子稍微大声点儿，几分钟后楼下就会拿棍子狂敲天花板报复。他不仅嫌鞋子摆得太出来，连碰面时的眼神都充满敌意。朋友每天出门都像上战场一样紧绷，甚至紧张到心跳加速、胃部痉挛。后来朋友接触到了心经，决定做个实验。在电梯里再遇到邻居摆脸色、碎碎念时，他不再争辩，而是默默在心里念诵心经。起初只是为了压抑想骂脏话的冲动，但慢慢的，随着色即是空的经文，他真的放下了防备。他还在心里把这份亲近的磁场回向给邻居，默默祝福。他或许也是生活不顺遂，才会浑身是刺吧。愿他能离苦得乐。日子久了，奇迹出现了。
这位邻居对别人依然防备，唯独对我朋友越来越温和。有一次，他甚至主动拿了一袋中南部亲戚种的青菜来按门铃，不好意思地说：“不知道为什么，最近每次看到你或者走到你家门口，我心里就觉得特别平静，原本想发的脾气都发不出来了。”后来，两家人不仅解开了心结，还成了互相照应的好朋友。这就是心经不可思议的力量。当你用这260个字的高频率能量去取代你内心的怨恨时，你其实是在改变自己周遭的磁场。当你的磁场变得慈悲、祥和，你身边的恶缘自然就会化解。而化解了恶缘，往往就是一个人逢凶化吉、招来福报的开始。当然，人际关系里最难解的，除了讨厌的人，还有我们深爱却伤害我们的人，这就是所谓的情执。说到这里，我想跟你分享一个佛教里非常发人深省的故事。有一位满心苦恼的信徒去请教老禅师，他眉头深锁地抱怨说：“师父，我活得好累，我忘不了10年前合伙人骗了我的钱，我放不下前任对我的背叛，我也气家里的晚辈总是不听我的劝，我的心里装满了这些怨气和不甘心，每天连呼吸都觉得好沉重。”老禅师听了，没有讲什么高深的大道理，而是递给他一个空竹篓，指着寺庙后山的一片碎石滩说：“从今天起，只要你心里想到一个让你生气的人，或者一件让你觉得委屈的事，你就去捡一颗石头放进竹篓里，并且无论是吃饭、睡觉还是走路，你都要背着这个竹篓，不准拿下来。”信徒虽然觉得这个修行方法有些古怪，但还是照做了。第一天，他想到了那个骗钱的合伙人，愤愤不平地捡了一颗大石头放进去。一转头，想到了顶嘴的晚辈，又捡了一颗。没过几天，他的竹篓里已经装满了大大小小的石头，沉甸甸地压在他的背上。到了第7天，信徒终于受不了了，他背着那个沉重的竹篓，气喘吁吁，满头大汗地跑来找禅师：“师父，这个篓子太重了，它勒得我肩膀都破皮了，晚上连睡觉都硌得我无法翻身，我真的背不动了。”老禅师看着他疲惫不堪的样子，淡淡地笑了一下，反问道：“既然这么重，让你这么痛苦，那你为什么不把它放下呢？”信徒瞬间愣住了，呆立在原地。第二天，老禅师叹了口气，语重心长地说：“孩子啊，你背后的那些石头，就是你心里的怨恨和执念。那些伤害过你的人，早就拍拍屁股走人了，他们甚至根本不知道你现在有多痛苦。可是你呢？你却把别人犯的错、过去的伤痛变成一颗颗石头，主动背在自己的身上。你以为不放下是对别人的报复，但其实被压得喘不过气来，连觉都睡不好的，一直都是你自己啊。”这个故事是不是像极了我们的人生？我们常常就像那个背着石头的信徒一样，别人在10年前对我们说过的一句狠话，伴侣曾经犯过的一个错误，别人早就放下了，甚至早就忘记了，我们却把它紧紧地变成石头背在心里，背了5年、10年，甚至大半辈子。我们以为不放下是对别人的惩罚，但其实被压得喘不过气来的，一直都是我们自己。曾经有一位女士，她面临了人生最大的危机，她的先生有了外遇。一开始她痛不欲生，每天以泪洗面，甚至跟先生大吵大闹。那段时间，她整个人就像是被抽干了灵魂，原本丰润的脸颊凹陷下去，头发也是大把大把的掉。到了晚上，他就死死盯着天花板，
脑海里不断上演先生和那个女人在一起的画面，胸口痛到连呼吸都觉得像被针扎一样。但先生不仅没有回心转意，反而常常借故不回家，甚至脾气变得非常暴躁，有一次还动了手。这位女士在绝望中开始每天念诵心经。她念经不是为了求佛祖把先生绑回来，也不是为了诅咒那个第三者，她念经是为了救她自己。每一次跪在佛堂前，当她念到无挂碍故，无有恐怖，眼泪就扑簌簌地流下来。她开始明白自己爱上的那个人已经变了，硬要把一个心不在家里的人拴在身边，只是在互相折磨。每一次念诵色即是空，空即是色，她都在提醒自己，世间的感情本来就是不断变化的，没有什么是抓得住的。她把念经的功德回向给先生，其实是释放了自己心中的怨恨。后来发生了什么事呢？她的先生在外面不仅有了一个对象，甚至惹上了一堆桃花债，几个女人为了争夺他，闹得不可开交，甚至闹到了他的公司，让他颜面扫地，连原本谈好的大生意都吹了。这个男人被压迫得透不过气，天天活在恐惧和焦虑里。这个时候，他突然想起了家里那位情绪稳定，总是默默包容他的妻子。他终于知道了老婆的好，哭着想要回到妻子的身边。但这个故事最精彩的结局不是破镜重圆，而是这位女士的心境。因为长期念诵心经，她的心已经变得非常强大，非常清明。她对先生的爱与执着，早就在一次次的诵经中转化为一种平静的慈悲。她不再是那个苦苦哀求丈夫回家的可怜女人了，她用自己的平静了断了这段痛苦的因果。现在决定权重新回到了她的手里，她可以选择接纳，也可以选择优雅地转身离开，不为情所困，这才是真正的解脱。当你能够放下对感情的执着，不去强求那些注定要离开的人，你才会发现，原来你的双手空出来了，可以去拥抱更广阔的人生。说到放下执着，除了感情，我们在生活中也常常被有形的物质和掌控欲紧紧绑架。我想跟你分享一个关于现代企业家的真实故事。有一位年近60的董事长，白手起家，大半辈子都在商场上呼风唤雨。他年轻时为了拼事业，错过了陪伴孩子长大的时间，甚至连自己的胃都搞坏了。到了快退休的年纪，他慢慢把公司交给晚辈打理，自己则迷上了收藏古董。有一次，他在一场私人拍卖会上花了大半积蓄，标下了一只极其珍贵、完美无瑕的明代青花瓷瓶。这只瓷瓶色泽温润，画工精细，全世界找不到第二只。一开始，这只瓷瓶带给他极大的成就感。朋友来家里泡茶，他总会小心翼翼地拿出来展示。听着大家的赞叹，他觉得这辈子的辛苦都值得了。然而，这只美丽的瓷瓶慢慢成了他人生最大的梦魇。因为太珍贵，他变得疑神疑鬼。半夜只要遇到小地震，他连太太都不顾，立刻冲到客厅，紧紧抱住防震柜，打扫阿姨来家里。他寸步不离地盯着，生怕磕碰。周末孙子们回来，原本该享天伦之乐，他却总皱着眉头大吼：不要跑，离那个柜子远点。渐渐的，孙子们觉得爷爷脾气变差，不爱回来了。太太也受不了他每天神经兮兮，抱怨他简直走火入魔。这位董事长开始严重失眠，血压飙高，明明拥有了无价之宝，却活得比以前在商场厮杀还要疲惫。有一天，他实在受不了这种窒息感，便上山拜访相识多年的老和尚，
把痛苦一五一十地倾诉出来。老和尚静静听完，转身拿出2只极其精美的琉璃茶杯，为他倒茶。董事长一看，这绝对也是价值连城的宝物。就在他端起茶杯准备仔细欣赏时，老和尚突然伸手，啪的一声，故意将自己桌上的琉璃杯扫到地上，清脆的碎裂声在禅房回荡，琉璃杯瞬间碎成了满地玻璃渣。董事长吓得跳了起来，结巴地说：“师傅，您这是做什么？这么贵重的东西怎么打破了？”老和尚微笑着拿起扫帚，边扫边淡淡地说：“这杯子从我得到它的第一天起，在我心里就已经是一只破掉的杯子了。”董事长愣住了，满脸疑惑。老和尚接着说：“世间万物终将坏灭，这是宇宙法则。正因为我打从心底明白杯子迟早会碎，所以拥有时无比珍惜，碎了也不过是接受必然，何必把碎片扎进心里呢？”老和尚看着董事长：“你的青花瓷也是如此，你越希望它永恒，就越被它绑架。你不是在保护瓷瓶，而是在对抗无常。你花大半辈子积蓄，买了个让家无宁日的主人，根本是在给自己坐牢啊！”董事长瞬间醍醐灌顶：“是啊，我们大半辈子不也常把辛苦赚来的房车、面子，甚至伴侣的忠诚与晚辈的前途，当成那只绝对不能有裂痕的青花瓷吗？我们死死守着，稍有不如意，便觉得天崩地裂。你家里是不是也有这样一个让你神经紧绷的青花瓷呢？当我们懂得用空性的智慧去对待事物，把它们看作本来就会改变的缘分，你会发现所有的焦虑都能瞬间烟消云散。东西还在的时候，我们欢喜感恩；东西改变或离开了，我们就坦然挥手，不被外境绑架，这才是真正的大自由。讲完了感情和物质，在人生的旅途中，除了人际关系和物质会让我们心烦，还有一种更深层的痛苦，叫做对未知的恐惧。有时候，那是一种说不上来的胸闷，对健康或未来突如其来的不安全感。你有没有过这样的经验？去到一个陌生的环境，或这段时间为家里操烦劳累，到了晚上总觉得心神不宁，甚至连续几天做噩梦，整个人无精打采。老一辈可能会说，这是遇到了不干净的磁场。我有一个晚辈，有一阵子就碰到了这种状况。他常觉得睡觉时好像有种无形的压力压着他，喘不过气，甚至不敢关灯。他去看医生，说是压力太大，但他整个人越来越憔悴。后来他遇到一位修行长者，长者没给符，只交给他一本心经叮嘱，每天睡前念一念，把字印心里，这就是最强护身符。奇迹真的发生了，随着他专注默念经文，那莫名其妙的恐惧感一天天消散，不仅能一觉到天亮，气色也恢复了红润。为什么会这样？用现代观念解释，这并非迷信。人在疲劳、焦虑或生病时，自身能量频率很低，就像收音机调到低频，容易接收负面干扰。而心经自带极高、极纯净的频率，默念心经，等于在身体周围穿上了一件高频率的光之防护罩，把低频的恐惧完全隔绝在外。这种防护罩在生死关头更能发挥不可思议的安定力量。我有一位长辈阿姨，前几年因心脏血管阻塞，必须紧急装支架。老人家一听要在心脏动刀，吓得连日失眠。手术当天，躺在冷冰冰的等候区里，阿姨吓得全身发抖，一旁的心电图急促作响。护理师一亮，她的血压竟然狂飙到快200。主治医生面色凝重地说：“现在血压太危险，
如果不立刻降下来，麻醉风险太高，今天这刀恐怕不能开了。那一刻，陪在旁边的家属全都慌了手脚。就在这个紧要关头，阿姨的女儿紧紧握住她冰冷出汗的手，在她的耳边轻轻地说：“妈，没事的。”我们跟着手机里的声音一起念心经。女儿打开手机，播放了事先准备好的心经录音，那种祥和平静的诵经声就这样轻轻地在紧绷的空气中流淌，那宛如天籁般的梵音仿佛在冰冷的手术室外注入了一道温暖的光芒，瞬间压过了那些令人恐慌的机器声。很神奇的是，随着录音里一句句的无挂碍故，无有恐怖，阿姨原本因为极度恐慌而紧咬的牙关竟然慢慢松开了，她的呼吸跟着诵经的节奏逐渐平稳，她不再闭着眼睛胡思乱想，而是深深地吸了一口气，顺着那股安定的频率放松了全身。大约过了10几分钟，护理师再来量血压时，惊讶地发现数字居然奇迹般地降到了安全的范围。医生也松了一口气说：“太好了，马上推进去。”最后，阿姨的手术非常顺利，恢复的也特别快。你说这只是巧合吗？我更愿意相信这是心经的能量，瞬间安定了一位长者极度恐惧的心。当心安定了，身体的肌肉不再紧绷抗拒，原本紧缩的血管自然就放松了。生命的奇迹往往就在我们放下恐惧的那一刻，顺水推舟地发生了。现代人为了生活拼搏，脚步从来没有一刻能停下来，在外面想着工作赚钱，回家想着柴米油盐，连躺在床上脑袋里都装满着明天的待办事项。这就是为什么现在有那么多人患上失眠症。失眠其实就是因为你的心流浪在外面没有回家。当脑袋装了太多沉重的东西，灵魂就会觉得极度不安全。心经里有一句经典的话：心无挂碍，无挂碍故，无有恐怖，远离颠倒梦想。这就是治疗失眠最好的解药。当每晚辗转难眠时，不要急着吃安眠药，也别再滑手机了，试着闭上双眼，在心里默念3遍心经，让充满智慧的字句像温柔的海浪，一遍又一遍冲刷大脑与内心。慢慢你会发现烦心事没那么重要了，心会回到婴儿般的宁静，沉沉睡去。我们说了心经的神奇力量，但六祖慧能曾说，佛法在世间，不离世间觉。真正的修行不是躲避到深山老林里，而是落在每天柴米油盐与人际相处的每一个当下。念心经最大好处就是在练心，就像学武术想练成绝世武功，第一步绝不是学华丽的招式，而是要先学会扎马步，把下盘扎稳，心彻底定下来，你才有力量面对生活的狂风暴雨。刚刚我们分享了人际的结、物质的迷思、未知的恐惧。那么接下来我们在日常生活中到底该怎么扎马步呢？今天我想教给你3个非常简单的微行动清单，不需要你花大钱，也不需要你每天抽出好几个小时，只要你今天看完这支影片，立刻就能开始做。第一个微行动，睡前3分钟的清空归零法，这特别适合睡眠不好、容易想东想西的朋友。今晚洗漱后，请把手机放远，平躺在床，双手轻放肚子上，深呼吸，并告诉自己，今天的一切好坏都过去了。接着在心里默念3遍心经，若还不会背，就专注感受呼吸，吸气肚子鼓，吐气肚子凹。吐气时，想象把今天的委屈与焦虑像灰烟一样全部吐出去，并告诉自己放下吧，这一切都是色即是空，不要强迫入睡。
静静陪伴自己3分钟，你会发现，你原本紧绷的肩膀放松了，眉头也舒展了，把心清空了，好睡眠自然就会来找你。第2个微行动，遇到逆境时的1秒钟转念术。明天出门，你可能又遇到脾气臭的主管，市场里不讲理的陌生人，或晚辈说了惹你生气的话。以前你可能马上火冒三丈，或在心里生闷气。从今天起，我们换个做法。当你感觉无名火又要烧起来时，请在心里踩个刹车，只要停顿1秒钟就好。在这1秒里，对那人默念：愿你平安，愿我们的恶缘化解，或简单念句阿弥陀佛，把清净念头回向给他。这不是懦弱，你必须明白，当你对他发出善意时，其实是在保护你自己，因为你切断了跟他的量子纠缠，不让那种低频垃圾情绪传染到你身上。你用慈悲在身边筑起防护罩，日子久了，周遭的人际磁场一定会发生奇妙改变。第3个微行动，碎片时间的随身护城河。现代人太忙，连好好坐下10分钟都难。没关系，修行最厉害的就是利用碎片时间。不论是站在站牌底下等公车，去诊所等叫号，还是在瓦斯炉前等水烧开的那3-5分钟，以前这些时间你可能都拿来滑手机或烦恼明天。从今天起，试着在零碎时间里把心收回来，感受双脚踩在土地上，在心里默念几句心经，或者简单念一句空即是色。别小看这3-5分钟，我们的心就像到处乱跑的猴子，整天在外流浪，极耗精力。利用等待的空档，把猴子轻轻牵回家，就是在为心灵建立坚不可摧的护城河。每天这样拉回几次，你会发现精神变得特别好，不再那么容易疲劳。这3个微小的行动就是最实在的修行，不用等到未来，只要你愿意，平静和喜悦现在就可以发生在你身上。其实，人生说到底就是一场修心的旅程。我们每个人都是带着各自的功课来到这世界的。我知道，走到人生的中场，甚至下半场，你真的经历了太多。为了守护家付出了宝贵青春，为了晚辈咽下了无数不为人知的委屈。夜深人静时，你甚至会觉得自己好像把所有的爱和力气都给了别人，唯独忘了好好疼爱自己。今天我想隔着荧幕轻轻对你说，辛苦了，这大半辈子你已经做得很好了。从今天起，试着把不属于你的重担勇敢放下吧。心经说的空，并非什么都没有，而是为心腾出干净的空间，去装下更多的平静、喜悦与健康。世间充满考验，但只要心是安定的，频率是慈悲的，我们就能在泥泞中开出清净的莲花。不要恐惧未来，当心无挂碍，那些以为过不去的坎，最终都会变成滋养生命的大智慧。最后，我想邀请你做一件非常美好的事情，请你在底下的留言区写下一句善言，或者是为自己、为家人的一句祈福。你可以简单的写下愿心无挂碍，岁月静好，或者写下愿家人平安健康，无有恐怖。你知道吗？当你在打下这些祝福的时候，你其实就在这个世界上发射了一道极其纯净、善良的频率。当我们几千个、几万个有缘的朋友都在留言区留下善意的时候，这里就会形成一个汇聚了巨大正能量的无形道场。每一位点进来看留言，感到焦虑或失眠的人，都会被你的这份慈悲所疗愈。你的小小一个善念，可能就在无形之中拉了某个在深夜里痛哭流涕的陌生人一把。把爱给出去，平静就会回到你身上。
如果你觉得今天我的分享就像一阵微风，轻轻吹散了你心头的烦忧，那么恳请你动动手指，为这支影片按个赞，按下订阅，并把它分享给身边同样需要这份平静的亲友。你的每一个小小的支持，都是鼓励我继续为大家传递这份温暖的最大动力。谢谢你的陪伴，愿心经的智慧化作你生命中最温柔的阳光，照亮你未来的每一个日子。我们下期影片不见不散。